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俄乌战争，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已经进入开战的准备阶段。英国国防部发布报告，在过去1个月中，俄军伤亡人数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考虑到战线不断变长，乌军对 F-16 战机的需求数量急剧上升。美国启用新的火炮弹药厂，在满足美军补充库存以外，还能补充乌军消耗。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俄乌战争，使得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急剧升级，现在已经进入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阶段。欧尔班表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自己每周都会看到欧盟与北约正在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新迹象。当然，战争不会一步到位，欧洲也不会直接下场参战，而是会分为几个阶段，讨论、准备以及摧毁等3个阶段。现在欧洲正在完成讨论，已经处于准备阶段了，距离最后一个阶段的摧毁也只剩下几步之遥。而且在过去的几天中，有2件事证明双方已经更接近战争了。首先就是法国与乌克兰谈判，计划派遣法国军事教官前往乌克兰境内训练乌军士兵。根据媒体最新报道，乌克兰最大拉达议员阿列克谢贡恰连科表示，首批法国军事教官正在前往乌克兰。其次就是多国同意援乌装备，可以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在欧尔班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欧洲国家参与其中，是因为欧洲想要赢得战争，因为俄罗斯带来的威胁太大了。不仅是欧尔班这样认为，俄罗斯同样认可了这一说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公开表示，克里姆林宫认可关于欧洲已经进入与俄罗斯开战的中期准备阶段的观点。不过，俄罗斯在应对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已经损失太大了。在6月初，英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个月中，俄军伤亡人数创造了纪录。5月7日是俄罗斯第8届总统，同时也是普京第5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正式开启了普京 5.0 时代。而到了6月初，英国国防部就为普京提供了一份沉重的贺礼。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的俄乌战争伤亡人数报告显示，俄军在整个5月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8940人，创下自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导致俄军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是俄军在进攻乌军防线时采用的人海战术。而乌克兰国防部也表示，截至2024年5月底，俄军阵亡了508780名士兵。英国国防部表示，俄军伤亡率的上升可能反映了俄军正在进行的消耗攻势，也就是人海战术。这种战术正在俄乌漫长的交战线上进行。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内，俄军损失了大量经验丰富的士兵，使得这些交战线上的许多部队是在全国动员后重新组建的。这些部队只接受有限的训练，这就导致这些新组建或新补充兵力的部队无法进行复杂的进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继续维持对乌军攻势，俄军就只能采取小规模但代价高昂的人海战术，来对乌军防线造成压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空军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多利亚克表示，针对当前的战场局势，对乌克兰前线部队来说，空军力量越来越重要。此前，乌军需要至少60架先进战机来覆盖俄乌交战线，但随着俄军在5月份展开哈尔科夫攻势之后，这条1200公里长的战线又再度增加了70公里。考虑到战线长度与战斗强度，波多利亚克表示，北约向乌克兰提供100至120架战机将会是一个最佳方案。与此同时，波多利亚克还觉得，目前在北约国家接受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到了培训的最后阶段。如果北约能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战机，凭借这些接受过训练的飞行员，乌军将能重新获得战场主动权。除此之外，乌克兰还希望运用这些战机对靠近边境的俄本土目标发动袭击。当然，利用北约战机打击俄本土是需要获得北约许可的。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丹麦也是快速做出了回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丹麦不会对乌克兰如何使用援乌装备设下任何限制，并允许使用丹麦援助的 F-16 战机打击俄本土目标。而这一点在去年8月份丹麦议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可能性的阶段就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决定，而援助的19架 F-16 将在2026年之前完成交付。不过也有国家不同意，比如援乌30架 F-16 的比利时。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表示，将在今年夏季开始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直到2028年之前交付全部的30架 F-16，但只允许在乌克兰领土范围内使用。
除此之外，近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北约会议上，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未来的援助中，北约将保证每年至少为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的援助，这将是援助的最低限度，并已经在北约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这项建议。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约每年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就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由于此次会议非正式会议，所以北约并没有做出任何官方决定，但各国已经在多个领域达成一致。另外，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希望北约能重新控制对乌援助的协调工作，因为提供援助的国家有 99% 都是北约国家，而目前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主要是由美国提供的。当然，这不是为了否认美国，毕竟美国也是北约国家。火力军觉得，斯托尔滕贝格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欧洲在协调对乌援助的问题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毕竟欧洲盟国距离乌克兰更近。除了以上消息以外，还有一个突破性的消息，有一名身在乌克兰基辅的阿根廷记者对外透露表示，阿根廷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用于对俄作战，并且还有可能与阿根廷合作，共同生产武器，可能是一个涉及无人机与弹药的联合军备产业。要知道，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已经从各国获得了各种新技术，如今乌克兰愿意将这些技术拿出来与其他的国家分享，比如阿根廷。然后乌克兰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创建一种不仅保留目前所需的军备产业，同时还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军备产业。针对这件事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拉美国家记者见面会上就已经透露与阿根廷进行武器制造谈判的可能性。阿根廷想要寻求大型科技公司投资，虽然乌克兰无法提供大量资金，但却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同时，乌克兰也需要与更多国家合作生产武器弹药。接下来是关于美军新弹药工厂的最新消息。在上月底，美国陆军启用了一座新工厂，位于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地区。这是一座新的通用火炮弹药生产工厂，是美国陆军为更新其工业设施，并实现月产10万枚155毫米弹药目标，从而实施的举措之一。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全球对于155毫米弹药的需求量急速飙升，不仅仅是乌克兰需要，各国用于防御的炮弹供应量也在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启了提升弹药产量的措施。根据报道，这座新工厂由通用动力军械和战术系统公司运营，后续将归为美国陆军所有。然后陆军再通过政府提供材料协议，将其租回通用动力公司，主要生产60毫米至155毫米的大口径技术零件，集成了长航程、高段位锻造、自动化以及现代制造实践等能力，总投资5.76亿美元。资金来自2022财年与2023财年的补充预算，以及国防部的资金重新进行了分配。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汀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座现代化军工厂将有助于美国更新二战时期的工业基础。陆军每年将花费1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对工厂进行关键改造，同时还将开辟新的生产线，以便能持续提高弹药的产量。在当前局势下，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军加快火炮研发与生产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开战之后，美军向乌克兰运送了数千吨的弹药，价值数十亿美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毕竟乌克兰要在战场上抵挡俄军进攻，但这也显著消耗了美军库存，而快速补充库存也成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不仅是为了满足盟友对弹药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可能需要美军赶需的潜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现代化的弹药工厂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你们觉得呢？美国陆军还批准了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所需具备的功能。此外，美国陆军曾表示，虽然陆军已经决定今年让影子无人机正式退役，然后由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取代，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加快部署的时间表，所以陆军决定在2025财年投入资金采购部分原型机，并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根据公开消息显示，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最大特点就是具备即插即用的功能，陆军可以根据任务要求对其进行扩展。在2023年，美国陆军选定了格里风航空航天公司与德士隆系统公司的方案，进入飞行演示阶段。在该阶段，美军将会验证原型机的能力，包括垂直起降、低声音特征以及快速组装等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的验证工作。根据相关报道，近日乌克兰发现一辆俄罗斯 T90 坦克，虽然拍摄照片不太清晰，但根据照片可以发现，坦克炮台上移除了应对龙，取代它的是2个对称排列的装甲。T90 是俄罗斯第3代主战坦克，它的火控系统包括安装在指挥官站的昼夜瞄准系统，能够在700到1100米范围内对目标进行夜间探测。
T90的早期型号配备了 TO1KO1 Bran 瞄准器，但后来的型号升级为使用 ESSA 热成像瞄准器。这款瞄准器白天精确射击5到8公里，夜间精确射击3.3公里。炮手还配备了1746日间瞄准系统，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导弹制导通道，并允许在5至8公里处探测和交战坦克大小的目标。除了这些， T90 的保护措施也更为标准化，包括钢制和复合装甲、烟雾弹发射器、爆炸反应装甲和红外线导弹干扰系统。T90 的主武器是125毫米 2A46M 滑膛坦克炮，这是 2A46 坦克炮的高度改进版，可以在不拆除内部炮塔的情况下更换，并且它对炮塔的兼容性很高，能够发射穿甲旗稳定抛弃弹壳、高爆反坦克和高爆破片弹药，以及 9M119M 反坦克导弹。根据相关报道，25日，美国海军历史及遗产司令部确认，找到了猫砂级潜艇哈德号与79名官兵的最终安息地点。1944年8月24日，哈德号在巡逻任务期间被日本海军用深水炸弹击沉，最后的位置记录是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哈德号残骸被发现的时候，船身保持直立，龙骨相对完整，位于914米深的海底。指挥塔后方有深水炸弹的损坏痕迹。美国海军相关人士表示，他们感谢美国海军历史及遗产司令部，让哈德号的英勇传奇有机会被发现。这艘潜艇在传奇指挥官山姆迪利的指挥下，成为击沉日本军舰最多的潜艇。根据战区网报道，28日，虚拟黑旗军演将在近期举行。军演将由空军第53联队携手海军第9空中测评与评估中队主持军演。这次军演，海军 FA-18EF 战机、EA-18咆哮者电战机和 F-35C 隐形战机都将参加。在空军阵容里，参加演习的有 B1、B2 和 B52轰炸机，以及 F-16和 F-22战机，还有首度参加演习的 F-15EX 战机。这次演习主要有2个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部队的活动测试，让所有参加演习的队伍齐聚一堂，进行战术、技术与程序的大规模军演。黑旗军演将整合海陆空战力，并将首次进行虚拟黑旗测试活动。VX9 作战测试主任戴文表示，让团队尽可能的在最逼真的环境中测试，让集体能力进行互补，这样协同作战的效率就会更高。黑旗军演的所有大规模测试活动都是夜间在海域进行，一些较小规模的任务却是在白天进行，将广阔的海域战作为基本要素，为的是让所有部队都做好战斗准备。另一方面，随着虚拟实境技术的日益普及，测试和训练也慢慢地融入虚拟世界的潜能。2024年虚拟黑旗军演，各单位就是借着虚拟实境技术，得以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测试目标。根据《华尔街日报》5月28日报道，俄罗斯计划在位于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新工厂每年生产600架 SHA-HED 型无人机。这次扩张是在黑客组织披露的合同之后进行的。这个合同是在今年2月份泄露，它详细地说明了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合作，并得到了17亿美元的交易支持，部分是以金条支付。这一事态发展凸显了俄罗斯在冲突中加强它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承诺。SHA-HED-136 是伊朗制造的游荡弹药无人机。这架飞机有一个裁剪的三角翼形状，中央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尖端有稳定的方向舵，机头部分包含一个弹头，估计重30到50公斤。发动机位于机身后部，驱动双叶推进螺旋桨。该弹药长 3.5 米，翼展 2.5 米，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185公里，重约200公斤。根据相关报道，5月27日，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宣布，俄罗斯目前正在与乌兹别克斯坦就中亚共和国防空部队的重新武装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谈是两国之间更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的一部分。这个合作是为了实现陆地装备和空军的现代化。根据相关报道，28日，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宣布，
极光飞行科学公司和贝尔德世龙集团同时获选进入美军 SPR-INT 计划，将一起进行善意 X 飞机计划的新阶段。这标志着 DARPA 在开发高速垂直起降技术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显示出美国军方对先进飞行技术的积极追求。美国军文网站28日报道， SPR-INT 计划在2023年11月份进入了第一阶段初步概念设计，目前已经进入初步概念和技术探索后的第二阶段。先前进入第一阶段的诺格和皮阿赛基飞机公司已经惨遭淘汰。 DARPA 发言人表示，极光公司和贝尔士德龙已经获得合约，将在1年内完成飞机的初步设计。极光公司是波音公司的子公司，在混合翼身平台和高速 VTOL 配置方面非常专业。贝尔德世龙去年展示了它的折叠旋翼、整合推进系统和飞机控制技术的计划，并强调 X 飞机提案内容是打造一个能够执行海基任务的无人系统。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9日报道，从去年9月份开始，使用美国提供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乌克兰成员报告，这些车辆存在着各种问题。他们关注的关键技术故障，例如电子元件容易结露，当空气中的水分比周围空气漏点更冷的表面接触时候，就会发生冷凝。M1 艾布拉姆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部天气条件以及坦克发动机和系统产生的热量，油箱内部可能会经历显著的温度波动。当储存的电子设备暴露在这些温度变化中，电子元件上会形成冷凝水，这种水分会导致短路、腐蚀和其他形式的损坏，从而损坏电子设备的功能。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中最关键的电子元件之一是火控系统，如果火控系统形成冷凝，就会导致故障或者不准确，严重影响坦克的战斗力。另一个重要的电子系统是坦克的通信设备，这些系统上的冷凝可能会导致通信故障，让坦克与它指挥结构和其他单位隔离开来，这在战斗场景中是非常麻烦的。坦克上的导航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系统包括了 GPS 和惯性导航系统，可帮助机组人员确定它精确的位置，并在战场上进行导航。而冷凝水会导致这些电子设备的导航错误，让坦克很难有效操纵，达到它的目标。根据路透社报道，5月29日，伊朗相关媒体称，也门胡塞组织已经获得伊朗海基弹道导弹，但报道中称，伊朗外交部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评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开战在即，你们觉得双方之间的局势还有缓和的余地吗？在5月份的攻势中，俄军伤亡人数创造了纪录，普京是否会调整俄军进攻战略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